咁 iPhone 17啱啱出咗嚟啦，前排出咗 iPhone 17、17 Air、iPhone Pro 同埋 iPhone Pro Max 4部機都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啦。咁不過同一時間，佢哋每一隻都有自己嘅特點同埋自己嘅缺點嘅，你可以咁睇啦。而個發布會都已經過咗1至2日啦，咁所以大家都已經越嚟越多嘅討論啦。而我都想重新再諗下，我對於呢4部機有啲咩睇法，或者大家可以聽下。咁不過聽唔聽就隨你喜歡啦。咁我會逐部機開始講啦。首先就係 iPhone 17，佢係成個17嘅系列入邊最平嗰一隻。佢同 iPhone 16其實有好多嘢都好似嘅，咁不過今年佢就有6.3英寸嘅屏幕啦，比起舊年6.1寸。而最重要嘅咧就係佢終於支援 ProMotion 120Hz，佢哋邊框窄咗更加大嘅屏幕尺寸，基本上你可以話係舊年嘅 iPhone 16 Pro 咯。佢亦都有 Always On Display， 屏幕其實係更加光咗啦，喺室外嘅最高亮度係3000尼德。而當然大家都唔知要求咗 120Hz 幾多年啦，我都知網上有好多 Android 嘅用家啦，即係好鬼中意串 iPhone 冇 120Hz 啦。我自己已經用咗幾年㗎啦，120Hz 其實都已經係用慣咗啦。而翻到一部60Hz 嘅電話，一定感覺到係有啲棘棘地啊，一定有啲唔係好順暢。咁我就絕對唔係冇咗佢就生存唔到嘅一樣嘢咯。即係過去咁多年，60Hz 嘅 iPhone 都一直有一批人去買。咁不過當然，即係當而家呢批新嘅 iPhone 或者以後嘅 iPhone 都有呢樣嘢嘅話，而佢哋換去嗰部機，咁當然佢哋會用慣咗，而翻去60Hz 可能都有少少難去適應翻嚟啦。無論如何，120Hz 都終於喺最基本嘅 iPhone 之上面啦。所以各位一直都好中意串 120Hz 唔存在喺 iPhone 入邊嘅人，就自然而然就少咗一樣嘢去串啦。佢有 Ceramic Shield 啦，佢有3倍嘅防刮功能啦，因為增加咗個硬度。佢有新嘅顏色，黑色、白色、霧藍色、薰衣草色同埋呢個嘅鼠尾草色。感覺上顏色方面就即係舊年係行呢個鮮豔嘅路線，今年就感覺上啲顏色就淺色啲咯。我自己覺得藍色同埋紫色係幾好睇嘅。當然啦，晶片升級 A19 晶片，6核心 CPU， 5核心 GPU， 個 GPU 比上一代快20%。其實老實講，即係呢啲而家今時今日呢啲晶片升級，一年比一年，大家基本上係唔會感受到有啲咩分別㗎啦。通常係你由一部可能舊款少少，即係可能 iPhone 11、12、13咁樣，佢慢慢開始變到好叻，跟住你再換一部新嘅，咁就個感受可能會更加大啦，更加明顯啦。咁不過另一方面就係因為佢今年嘅 iPhone 佢都支援 ProMotion 120Hz， 所以感覺上就算佢個性能提升冇話同舊年相差好遠，你用電話嘅體驗，即係譬如你打機，你喺呢部電話碌嚟碌去，都會感覺上係快咗嘅咯。而電量方面，亦都係有賴呢個自適應嘅刷新率啦，由10Hz 到120Hz， 佢嘅電量就 Apple 聲稱啦嚇，比 iPhone 16係多8個鐘頭嘅。佢支援30W 嘅有線插電同埋25W 嘅 MagSafe， 你差20分鐘就可以多50% 嘅電量㗎啦。相機方面，2個鏡頭，超廣角同埋主鏡頭都係4800萬像素。而一個我覺得大家我諗最熱烈討論嘅一個相機環節就係呢個嘅1800萬像嘅 Center Stage 嘅相機啦。咁即係 Center Stage 顧名思義啦，你 FaceTime 嗰陣時佢都會跟住你塊面嗰啲。而一個我覺得真係好聰明嘅地方咧，就係前面個鏡頭啦，因為佢係而家變咗一個正方形嘅 sensor 啦，所以你自拍嗰陣時，你影出嚟嘅畫面其實只不過喺呢個正方形 sensor 入邊去切割出嚟，所以你係可以喺你部電話打直嗰陣時影到打橫嘅相片咯。而通常即係你由打直變做打橫嗰陣時，即係你望個鏡頭個視線係會改變啦，所以喺呢個模式之下，你嘅眼神啊、角度啊都係會更加自然咯。個鏡頭亦都支援 Action Mode 嘅防震模式嘅。咁呢個就係 iPhone 17啦，256GB 係6899，512GB 係8599。而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嘅地方就係本身嘅128GB 咧係直接變成256GB，仲要冇加價，呢個好重要。接住落嚟就係 iPhone Air 啦，好多人會諗住佢會叫 iPhone 17 Air， 咁不過佢叫得 iPhone Air 就代表佢算係一個全新一個自己分開一條路線咁樣行咯，即係呢個係第一代嘅 iPhone Air 啦，你可以當係呢部機依家已經出咗1至2日咁樣啦。依家其實網上有好多人都討論緊啦，應該話部電話出嚟之前過去嗰幾個月都好多人討論緊啦，佢都討論咗好耐啦。因為其實當你即係仔細啲去諗嘅話，呢部機其實係幾奇怪嘅咯。佢雖然主打嘅就係佢嘅輕，佢嘅薄啦，5.6mm 薄，165g。咁但係你會發覺有好多嘢，即係最基本17都有嘅嘢，佢甚至係冇嘅咯。首先最明顯嘅，大家都一定見到嘅就係呢個嘅單鏡頭啦。佢嘅相機單鏡頭係4800萬像素，2倍長焦鏡頭。佢依家亦都有雙鏡頭錄影啦，依家就係支援係 iPhone 相機本身，咁就唔需要第三方嘅 app 去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另一方面，冇咗個超廣角，其實都代表咗好多嘢嘅，即係首先最
基本啦，就代表你已經係自然你冇咗一個角度嘅選擇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呢個亦都代表佢唔會有微距啦，冇電影模式啦，亦都冇空間相片或者影片去拍啦。當然即係呢個時候嚟講，其實 Vision Pro 可能依家都有少少遙遠，但係反而佢依然係支援呢個嘅非人類嘅人像模式啦，即係我即係唔係只限於人啦，依家都係可以去影動物啊、影物件啊等等。因為以前嘅單鏡頭 iPhone 嘅人像模式，佢就真係名副其實，就只限影人嘅啫。都係嗰句啦，個邊框係用鈦金屬去做嘅啦，就唔係最新即係喺 iPhone 17 Pro 用嘅鋁金屬。咁所以即係雖然 Apple 就話佢係耐用嘅設計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代表你用翻呢個更強嘅 A19 Pro 嘅晶片，但用鈦金屬同埋咁薄嘅機身，就其實都已經係代表佢散熱功能應該都唔會真係特別好咯。而其實大部分佢電話入邊內部嘅組件都係放咗喺部電話嘅上面啦，即係擺鏡頭嘅位置啦。成部電話其實你就咁睇相或者我睇過其他 reviewer 影嘅片，望落去真係好靚嘅。我覺得佢係6.5寸120 Hz Always On 嘅 display， 3000尼特 Ceramic Shield 第二代，即係連部電話後面都係有嘅。4隻顏色啦，太陽黑色、雲白色、淺金色、天空藍色。我覺得呢幾隻顏色嘅選擇上係真係唔錯嘅。而因為呢部電話佢咁薄呢，所以佢物理嘅層面上有好多嘢都係需要犧牲㗎啦。首先就係佢咁薄啦，咁入邊內部就注定冇咁多空間，就用一個新嘅晶片 N1 啦，即係一個晶片就直接包咗 WiFi 7啦、Bluetooth 啊、Thread 啊，佢亦都有 C1X modem 啦，就比起 C1 就快2倍左右啦，即係就用30% 少啲嘅能量。仲有就係為咗令到部電話入邊即係騰出更加多嘅空間，所以係冇 SIM 卡槽嘅，咁就直接去用 eSIM 啦。其實近呢幾年美國都係直接用 eSIM 嘅，即係好似 iPhone 14開始咁樣啦。咁不過依家就唔淨止美國，全世界都係冇 SIM 卡槽嘅呢部機。即係當然 Apple 佢自己就話，即係由一部舊嘅 iPhone 轉到新嘅 iPhone， 你成個過程即係你轉個 SIM 卡係理論上好快就搞掂，即係幾秒內嘅事咁樣。咁但係假設第時有咩冬瓜豆腐，即係又或者首先假設你係一個 Android 用家，你轉係一部 iPhone， 你點樣將你啲 SIM 卡資料過到去新嘅 iPhone 入邊呢？同埋第時有咩事，你真係想揾一個新嘅 SIM 卡去加入部電話入邊，可能個過程會更加繁複咯。所以就可能各大電信商都要去時候諗下辦法啦，因為第時嘅 iPhone 照咁睇嘅話，假設係行呢個方向嘅話，都可能會開始取消 SIM 卡槽咯。而當然亦都係最重要嘅咧，就係佢嘅電量啦。佢嘅電量係喺咁多部新嘅 iPhone 入邊個容量係最細㗎啦。基本版17就有30個鐘頭時間嘅播放時間啦 ，Pro Max 有39個鐘，而 Air 係只有27個鐘頭嘅啫。咁當然啦 ，Apple 啊嘛，咁佢梗係推出一個749蚊嘅專屬俾 iPhone 17 Air 嘅 MagSafe 電池啦，令到佢有宣傳嘅40個鐘頭嘅電量啦。咁但係749蚊係咪每一位用 iPhone 17 Air 嫌佢粒電嘅人唔夠都會去買呢？所以咁多樣嘢，大家自己諗啦。咁所以整體而言，我一直都有呢個諗法㗎啦，即係我提出過好多次啦。大家會唔會真係因為呢部電話佢好薄，所以就肯銀荷包出嚟就俾錢去買呢？相機方面，或者大家有啲人真係唔係好在意啦，可能真係想要一部純粹一個好簡單，但係同一時間望落去又好似好高級、好高質、好靚嘅電話。我相信無論如何都會有啲咁嘅人嘅，咁但係會唔會係佔大多數呢？唔會咯。尋日睇咗呢部機發布之後，我睇咗好多即係喺 event 現場親身體驗嘅 reviewer 啦，佢哋都話有提到過，就係第一次拎呢部電話拎上手個感覺係真係會有一種震撼嘅感覺嘅，即係佢咁薄，佢咁輕，相信大家可能未來體驗嘅話都會有呢種感受嘅。所以我其實想講嘅就係，如果你基本上可以承受以上嘅缺陷嘅話咧，尤其是係你想要一部輕同埋薄嘅電話，咁你買啦。呢部電話如果真係 fit 中，真係中意呢部電話，即係呢部電話嘅真係受眾人群嘅話，嗰班人會好中意呢部電話咯。咁最後就係 iPhone 17 Pro 啦。當然每一年大家最睇重嘅嘢啦。首先呢個設計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我上網我即係最主要睇 Threads 啦，都見到有好多唔同電話顏色同埋電話殼嘅顏色嘅配搭啦。咁所以點解會有呢個新嘅設計呢？咁首先當然係為咗創新啦，同埋有新鮮感啦，我明嘅。而另一方面就係呢個嘅 Camera Plateau。呢個叫做相機高原啦，呢個 Apple 佢係咁講㗎啦，我只不過係中文直譯啦。要適配翻呢個全新嘅相機系統，即係尤其是呢個嘅4倍長焦距，即係更加高像素，所以最終就成為咗呢個樣咯。咁顏色方面有銀色、深藍色、橙色，我自己從來都唔係一個特別中意橙色嘅人啦。呢個橙色有人話係哈密士橙色，有人話係大快活橙色、Now TV 橙色、垃圾桶橙色、淘寶橙色啊，乜啊，好鬼多嘢。總言之，大家想像力真係
真係豐富。所以宇宙產呢個名其實真係起得幾好。今次咁多隻顏色，咁多係3隻顏色啦，居然冇一隻黑色嘅版本，我真係其實都幾意外嘅，即係我大家都好意外啦。而我都見過網上流傳過黑色版本嘅 iPhone 17 Pro， 其實我覺得會係好好睇咯。呢個系列嘅顏色，我始終覺得即係唔係我自己最中意嘅顏色嘅系列啦。咁但係都有啲人我見過係真係中意呢隻橙色㗎啦。不過亦都有一種可能，就係大家隨住時間，可能亦都會慢慢對呢啲顏色已經睇慣咗，甚至就越嚟越中意嘅，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都唔會好意外。我自己反而覺得白色即係銀色用呢個設計其實都還好嘅，即係都唔錯嘅，我覺得出到嚟嘅效果。呢部電話佢用嘅係一體式嘅鋁金屬啦，主要就係為咗去令到散熱方面有更加大嘅提升，因為用鋁金屬去散熱嘅效率其實係比鈦金屬係更加高好多咯。Apple 話佢係比鈦金屬係高出20倍啦，我唔知有冇咁誇張啦。咁但係又另一方面啦，即係鈦金屬啦，始終都係一個比鋁金屬更加高質嘅一個材料啦，所以嚴格啲嚟講，呢個可以話你可以拗係一種退步啦。咁不過散熱方面提升，我覺得始終都係好嘢啦。而我覺得大家都係會帶個電話學噶啦，咁所以。而 iPhone 17 Pro Max 當然亦都有最大嘅電量啦，而今次特別嘅地方就係 eSIM 嘅版本其實比普通 SIM 卡嘅版本嘅電池容量係更加大嘅，因為 eSIM 實際上係佔咗呢部電話內部更加多嘅位置啦，所以最高即係 eSIM 嘅版本咧個電池係39個鐘頭嘅電量，而冇 eSIM 嘅版本即係 SIM 卡嘅版本冇記錯就係37嘅。咁不過我又覺得香港應該理論上就唔會買到冇 SIM 卡嘅版本㗎啦，所以我覺得大家一係就直接喺美國嗰度海運翻嚟，一係就接受電池少少，即係爭少少咁樣啦。咁不過我覺得爭少少應該都唔會爭好遠嘅，我估。相機方面，前鏡頭係1800萬像呢個超廣角鏡頭，而其他3個鏡頭咧都係4800萬像素嘅，尤其是長焦距啦，都係4800萬像素。咁所以最高質素就係4倍啦。咁但係你放大去到8倍咧，佢係都係1200萬像嘅有。佢個 sensor 係大56% 啦，比起上一代，你放遠去影個質素理論上都會更加高嘅。咁錄影功能都有啲更新啦。首先就係 ProRes RAW， 基本上就係有更加多嘅空間俾你後期去再校顏色。而 Genlock Apple 聲稱話係佢第一部電話做到呢個技術啦。呢個係一個為咗多功能鏡頭去使用嘅一個場景而去設計嘅，即係譬如你做直播啊，你影多角度，即係譬如比賽嘅項目，即係你擺10幾20部電話連埋一齊，你係可以影到一個好順暢嘅效果嘅。電話殼方面就有呢個全新嘅 Techwoven 嘅電話殼啦，透明嘅電話殼啦。雖然個 MagSafe 嘅位置佢係白色嘅，所以呢個位就唔係透明啦。呢個其實同本身佢透明嘅性質係有少少矛盾啦。咁不過同一時間佢哋都好聰明啦，因為佢哋只一個 Apple logo 移咗落去下面。咁但係 MagSafe 佢始終個磁石依然喺成部電話嘅正中心啦。咁所以假設透明嘅話，就會令到個中心嘅磁石同埋個 logo 就歪咗。另外今次都出咗一個 iPhone 嘅獨家 Apple 嘅電話繩啦，咁我對佢嘅感想就係佢係賣449蚊港紙，呢個就係我嘅感想啦。所以整體嚟講，今年 iPhone Pro 佢嘅升級，或者我唔覺得即係佢幅度係好大啦。佢最大嘅更新，我諗就係佢嘅設計啦。雖然到咗目前呢一刻，即係同舊年或者同往年嘅 iPhone 設計比較，我諗我應該都係中意以前嘅設計多少少。網上有好多人都嫌呢個設計核突啦。咁不過與此同時，當前幾代 iPhone 出嚟嗰陣時，佢嘅設計一年比一年都係一模一樣，大家就嫌佢悶。跟住到佢今年真係換嗰陣時，大家就嫌佢核突。咁所以如果你有部 iPhone 15、iPhone 16嘅話，除非你對佢嘅相機功能或者佢嘅散熱功能好執着嘅話，佢4倍、8倍長焦 ProRes RAW， 咁你就買咯。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其實往年嘅 iPhone 係真係依然係非常之好嘅咯。價錢方面，17 Pro 係9399起，Pro Max 係10199起，兩部機最低都係256啦。咁所以17 Pro 感覺上好似同舊年相比係加咗價，咁但係事實上其實都係只不過 cut 咗128嘅版本，跟住就去到256咁樣咯。17 Pro Max 亦都支援2TB 嘅版本啦，咁就成為16,999蚊。今年嘅 iPhone 大家覺得點樣呢？我都睇咗好多唔同 reviewer 佢哋嘅諗法啦，佢哋嘅介紹啊，我甚至亦都睇咗網上好多人嘅感想啦。當然 iPhone Air 大家係會有新鮮感嘅，我亦都期待第時有機會真係親身體驗下，去拎上手睇下佢感覺係點樣啦。Pro 嘅話，佢嘅升級幅度就冇咁大，咁大家設你有一部更加舊嘅 iPhone， 再累積埋可能往年 iPhone 15、iPhone 16 Pro 嘅更新，你整體而言可能會感覺上係一部更加大少少嘅升級啦。除咗顏色方面，而基本版即係 iPhone 17。
我真係覺得可以話係今年最值得買嘅 iPhone 咯。其實基本上佢要有嘅嘢佢都有，都已經冇話真係爭啲乜嘢㗎啦。其實120Hz 相機功能都好齊全，就係冇長焦距鏡頭嘅啫。咁不過買得呢部 iPhone 嘅人通常都唔會考慮到呢樣嘢㗎啦。尤其是呢部機嚴格啲嚟講係平咗咯，256G。歡迎大家喺下底留言話俾我聽你嘅諗法啦。不過我都幾肯定，就算大家有幾咁唔滿意呢個設計，唔滿意呢樣，唔滿意嗰樣，我相信到咗星期五同埋嚟緊個星期，應該都賣到斷晒貨咁滯㗎啦。尤其是 Pro 嘅版本，大家想點諗就點諗啦。咁不過點諗都好，都記得撳 like 啦、subscribe 啦、撳鐘仔啦，即係順便啦，係咪先？唔爭在啦。咁所以有啲咩片想嚟緊我去拍嘅話，有啲咩大家想睇嘅話，都歡迎同我講咯。所以就係咁樣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